如果人类在地球上消失了，是不是可以改变整个世界的环境？因为对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来说，一切的污染都来自人类，比如大量的垃圾、全球变暖，还有生物大规模的灭绝。那其实面对这些问题，就算到了现在，我们还是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所以也不需要把所有的事儿都想得太复杂。那如果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类。大家好，今天聊把地球上的人全部消除可以解决多少问题。那假如有一个神奇的手套，可以在不毁灭任何生物的前提下，只需要一瞬间就可以让我们凭空消失，那对世界来说会是好事还是坏事呢？那目前我们是地球上唯一的人类，也就是智人，大概出现在30万年之前，但是从地球诞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5亿年。那这么对比来看，人类的历史对地球来说顶多就算是一眨眼的时间。但反过来说，虽然我们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是近些年对地球环境造成的污染却是最大的。举两个例子啊，那首先是垃圾的问题，比如塑料。那这种垃圾是自然界不存在的物质，也没有办法被自然降解或者被微生物分解。那所以这些被扔的垃圾就会长期的残留在自然的环境中。那到现在已经有大量的报告显示，很多的大型动物都是不小心把塑料吃下去之后，因为不能消化就堵住了气管，被活生生的饿死。那这种案例是非常多的啊。那比如在2019年的菲律宾海域，有一头死亡的鲸鱼，我们在它胃里就发现了40公斤的塑料。那这些垃圾包括购物袋、米袋、渔网碎片什么的。那甚至很多地区海龟的肠道里也发现了大量的碎片和吸管。那所以这已经可以算是很严重的环境问题了。那除了塑料，还有人类制造的各种化学物质和放射性物质，那这些都是污染环境的一把好手。那其次就是全球变暖的问题，差不多从1万年之前开始，一直到18世纪左右，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一直都稳定的维持在280 ppm， 也就是每100万个空气分子里有280个是二氧化碳。但是从工业革命出现以来，二氧化碳的浓度就开始快速的上升，在2010年已经达到了420 ppm， 比工业革命之前直接上升了 1.5 倍。那也是在同一时期，全球的平均气温也在逐步的上升。也就是说啊，在过去的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地球的平均温度差不多上升了1度。再加上珊瑚礁被大面积的破坏，还有冰川融化什么的，那这就让很多的动物和植物没有了栖息地，就只能等着被大自然淘汰。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还是不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最多到了2100年，全球的气温会再一次的快速上升。那这就是为啥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碳排放跟碳中和的问题。那上面说的这两个例子只是我们对地球环境污染的冰山一角，那其实过度的资源消耗或者生物大规模的灭绝都要比刚才说的这些问题严重100倍。但问题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解决的办法，所以才做了这期视频。那如果能让人类从地球上消失，那首先出现的问题就是大马路上的汽车会全部失控，也就代表全世界所有的角落都会在同一个时间里出现连环车祸。而这些事故可能会引发巨大的火灾，包括天上的飞机也会坠毁，造成更大的灾难。那因为没有了消防队的救援，就会让大火一直燃烧，直到把所有的建筑全部烧光为止。而在人类消失了几个小时之后，全世界就会陆续的开始停电，因为没有人干活了，火力发电厂也就没有燃料可以继续烧开水发电了。而核电站也会因为检测到输电网络的异常之后进入安全模式。那如果到了这个阶段的地球，它就已经陷入了黑暗中，因为除了太阳跟月亮之外，再也没有可以发光的灯泡了。那就在你认为这一切都要结束的时候，其实灾难才刚刚的开始。因为在这之后的几天时间里，我们养的宠物或者家畜会因为没有得到人的饲养，再加上没有能力解开缰绳或者逃出笼子，也会慢慢的被饿死。但就算他们能够侥幸的逃出去，那其实命运也差不多，因为这些长期被人类饲养的动物根本就没有野外的生存能力，所以结果还是一样的悲惨。那在这个时期啊，还会出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因为没有冷却水的供应，核电站会出现氢爆炸或者熔毁的问题，直接就会导致大量的放射性物质扩散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是不用怕啊，因为有专家认为这种放射性的污染还达不到灭绝全球生物的条件，
那最多也就会像切尔诺贝利那样，只有周边被认为是高辐射的禁区。但是像一些野猪或者野狼什么的这种哺乳动物还是一样可以在无人区大量的繁殖。所以好笑的是，我们认为最危险的核放射物，在野猪或者野狗的眼里，还没有人类的危险1/1000那么大。当然，如果人类消失了，像一些老鼠啊、蟑螂什么的，那这种高度依赖人生存的生物也会大面积的减少。而像一些哺乳动物，包括鱼、小虫子什么的，可能就会迎来爆发式的繁殖。因为在人类主导的世界，对我们有用的生物就可以继续的发展，对我们没用的生物就可以让它灭绝。但是有一点啊，就算人类消失了，我们留下的二氧化碳和各种垃圾还是没有办法处理。那首先来看二氧化碳的问题。如果想让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恢复到工业革命前的水平，那可能需要几百或者十几万年的时间。而更神奇的是啊，科学家到现在都不知道我们排放的二氧化碳它到最后去哪儿了。那据说有差不多30%的二氧化碳它失踪了，而这个谜团就叫做碳汇之谜。那所以根本就推算不出来，在没有人类继续排放二氧化碳的情况下，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从地球诞生到现在，一共用了45亿年时间，就哪怕这其中需要花10万年恢复，那对地球来说也就是一眨眼的时间而已。所以相比二氧化碳来说，更难处理的是那些人类建造的高楼大厦，因为在100年之后，它们会因为腐蚀而崩塌，混凝土也会在几十年之内被植物侵蚀，逐渐的再被植物覆盖。但地球上还有一种最顽固的垃圾——塑料，它是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被自然分解的物质，所以塑料垃圾会变得越来越多。那如果按照科学家的推算来看啊，我们就只能等着自然中出现可以分解塑料的微生物，但这个时间需要多久没人知道。因为据说啊，自然界出现能分解木头的微生物就整整花了1亿年的时间演化。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塑料能被自然分解的时间可能会更漫长。所以想要在地球上彻底抹去人类生活的痕迹，最少可能也需要几万年的时间。最后地球会用自己的方式治愈人类带来的伤害，在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会重新的变成一个适合繁衍生命的绿色星球。